有这样一部戏剧，它拥有强大的力量，甚至有古老的迷信认为不能在剧院提起它的名字。这部剧以巫术开场，以血腥的斩首结束。剧中充斥着谜团、预言、梦魇以及大量残忍的谋杀。这部剧由威廉·莎士比亚创作，有时被称为那部苏格兰戏剧，它就是悲剧《麦克白》。这部剧最初于1606年在伦敦环球剧场上演。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麦克白》是最短的一部，也是情节最跌宕的一部。莎士比亚用五幕戏讲述了一位苏格兰贵族的故事，他窃取王位，实行恐怖统治，最终落得悲惨下场。这部剧提出了野心、权力和暴力等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直指莎士比亚所处时代的政治形势，并能与今日的观众产生共鸣。17世纪早期，英格兰政局十分动荡。伊丽莎白一世于1603年去世，却没有子嗣。女王的顾问们出人意料地将皇位传给了苏格兰国王詹姆士·斯图尔特。2年之后，詹姆士遭遇了一次暗杀，险些丧命。此次事件被称为火药阴谋，一时间人们都在讨论一位称职的君主究竟需要拥有何种品质。莎士比亚必定确信自己拥有丰富的素材，于是将这些事件进行合并和改编，撰写了11世纪一位名叫麦克白的凶残苏格兰国王和其他几位苏格兰贵族的故事。他借鉴了霍林斯赫德的编年史，这是一部广为流传的16世纪英国及爱尔兰史书。莎士比亚应该也知道，他要用独特的方式讲述这个故事，以确保迅速吸引那个年代鱼龙混杂、吵嚷喧闹的观众。环球剧院向社会各个阶层开放，富有的顾客从有凉棚的阳台看戏，穷人们则只需付1个便士就可入场，在剧院露天的正厅后座区观看演出。在表演期间，喧哗、嘲弄、欢呼此起彼伏，甚至有观众在演出失误时朝台上扔家具。麦克白以一声巨响开始，伴随着电闪雷鸣，3个女巫登场。他们宣称自己正在寻找一位苏格兰贵族和战争英雄，他的名字是麦克白。女巫们念着咒语飞走了，预言一个疯狂世界即将到来。美即丑恶，丑即美，翱翔毒物，妖云里。之后，他们找到麦克白和他的朋友贵族班科。万福麦克白，未来的君王，他们预言道。国王，麦克白思忖着，他要如何做才能夺得王位？麦克白和夫人很快构想出一个计划，一个充满谋杀、谎言和背叛的计划。在随后的血腥屠杀中，莎士比亚为观众展现了英国文学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篇章，比如麦克白夫人大喊着消失，该死的血迹消失，她发现自己无法将手中的鲜血拭去。他满心的内疚是整部戏剧的主题之一，其他主题还包括滥用权力的普遍倾向、暴力与背叛的无尽循环，以及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莎士比亚的语言一向经典，许多首次出现在这部戏剧中的词句，由于多次重复使用，现已成为惯常表达，包括 The milk of human kindness， 意为人类的恻隐之心。What's done is done， 其木已成舟，以及那句著名的女巫咒语 Double double toil and trouble, fire burn and cauldron bubble， 不但辛劳不但烦，府中沸沫已成蓝。但莎士比亚将最精彩的部分留给了麦克白。在戏剧尾声，麦克白明白了，众生皆有一死，生命毫无意义。他悲叹，熄灭了吧，熄灭了吧，短促的烛光，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画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人生也许是愚人讲述的故事，但麦克白却不是。
莎士比亚的语言和人物已融入我们的文化意识，其程度称得上罕见。导演们经常用这个故事说明对权力的滥用，从美国黑手党到全球各处的独裁者。这部戏剧曾多次改编成为电影，包括黑泽明的《蜘蛛巢城》，其故事背景是封建时期的日本，以及现代版本的苏格兰场。在这部电影中，麦克白和其对手变成了相互竞争的快餐店老板。但是无论其呈现方式如何多样，对死亡、政治和权力的探讨在今天依然意义重大，而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也同样不朽。如果您热爱学习，请订阅我们的频道，每周新鲜视频涵盖方方面面。你可以从猫的视角纵观世界史，也可以了解如何更好倾听，还有更多内容，敬请继续关注永葆探索热情。